说是，等一下，走开。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荣家上用钱安抚了文春里的居民，这事暂时算是压下来了。但奇怪的是，究竟是谁把消息泄露给报社的，我居然半点都查不出来。那荣定坤呢？荣定坤老谋深算，疑心病重，他肯定知道，我不会傻到用这种方式跟他作对。表姨跟我说，要尽快准备你跟荣家昌的婚礼了。可能是吧。最近，荣定坤跟我父亲确实走得很近。那荣家昌呢？他没有反应吗？他自己的感情都一团糟，哪顾得上我呀？那你呢？还想跟他结婚吗？不然呢？早就定好的事，哪里是说毁约就能毁的？一想到你要跟他结婚，给他生孩子，我就……你哥这2天啊，不爱说话，也不爱回家，总说是要值班，怕是生咱们俩的气了吧？妈，您别多想，我哥他也许是太忙了。他再忙也得回家呀。其实啊，我知道你哥，从小这性子就倔，什么事啊都爱认个理。他其实一门心思想让这荣家认个错，可你跟人签了协议，又拿了金条，他是不是伤了心了？妈，你看，我哥他既然肯买了票陪我去扫墓，说明他心里还是疼我的。等我到了白柳镇，再好好跟他解释解释。周末是你生母的忌日，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20周年祭，我想给他做一场法事，可连他生养我一场，我却连他的模样也记不清了。想来还真是不小。这些年，你就没有想起点什么来啊？偶尔会梦到，不过翻来覆去，也还是那些片段。我只记得弟弟一直在哭，我娘大喊着让我赶紧跑。20多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我弟弟是不是还活着。但愿呐，也有个好人家，把他给收留了啊。大少爷，
冯太太收了金条，当天就把金条换成了钱，把钱存在了银行。想来他们兄妹二人应该不会再闹了。金条送过去，冯先生有说什么吗？小的过去的时候，冯先生还没回来，小的按您的吩咐在门口盯着。约摸着过了1个时辰，冯小姐回来了。不过冯小姐回来之后就一直没出门，这几天买菜都是冯太太一个人。好，知道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喂，龙少爷，是我，红房子医院的王春华。哦，王护士，我拜托你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冯医生买了大后天的2张火车票，要陪妹妹去乡下扫墓。是叫一个白柳镇的地方，但具体给谁扫，冯医生没说。我也不好意思多问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之后会再联系你的。哎，好。喂，是红房子医院吗？帮我接一下约瑟夫院长。哟，世轩，刚值完夜班，还不回去休息啊？今天啊，要陪妹妹去趟乡下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准备啊直接去火车站。冯医生，亏了您没走，刚来一台大手术，需要您亲自做副手，您赶快准备一下吧。这么临时的吗？啊，不能让文陪兄去吗？我之前申请过临时调班的呀。他还有事啊，我可以去啊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约瑟夫院长亲自下的命令，指定让您去。再说了，这刘迎春刘医师亲自操刀的手术，多少人抢着要做他的副手。冯医生，这种机会您万万不能错过呀！那你赶紧去吧，啊！王护士，麻烦你一会儿跑一趟火车站，务必啊把这个交到我妹妹手上。好，冯医生您放心。麻烦了。荣大少。为了你的心上人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自从那件事之后，他一连几天都闭门不出，我的手下也查不到他的消息，只能从他哥入手了。那你找到他之后怎么办？他要是还怨你呢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东西一定要拿好，路上小心啊！我心啊！那我要不要再买点？姐，我正想派人找你，你的电话就来了。听说文春里的受灾住户们全都签了合同，收了荣家的金条，你也签了吗？是，那天没想到荣家尚会带着金条闯入谈判。文春里的邻居们在大火里面都损失惨重，面对这样的重金赔偿，难免不动心。我如果不随着大刘签了合同的话，以荣定坤这样的性子，难免会起疑。来出示一下车票。火车站？你要出远门吗？对，我和哥哥去白柳镇祭拜我生母。好，一路平安。再见。上车了啊！快点上车了，上车了！到南京的啊！南京的列车马上发车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！马上发车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！上车了，上车了啊！南京的旅客，快点，快点，马上开车了。小姐，您的包厢。谢谢。妹妹，你自己一个人出门，家里人也放心呀。我大哥一会儿就到了。妹妹呀，我看你这个哥哥呀，怕是不会来了。哎呦，男人都是这个样的，承诺你的时候呀，说的天花乱坠的，可是到时候……
抱歉，来迟了，打扰了。冯医生让我转交给你的。妹妹，我还没有见过谁有这位先生生的这么好看呢。当家的，你看看人家这气派，这衣服的做工，哎呦，您这表可真漂亮，这上面镶的是金刚钻吧？那这一颗可就好几百块大洋呢。哎，不知道先生您在何处高就呀？哎呀，你瞧我，您肯定是位少爷吧？对了，我在隔壁留了一间空的包厢。先生，要不带着您夫人去那边清静一下？好，谢谢啊，走吧。不好意思啊。你瘦了，最近没有休息好。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和你多相处一会儿。你不想见我，所以我就来见你了。先生，你就当我是个朋友。我会试着每天少喜欢你一点，可能过一阵子我就不会缠着你了。先生，就拿出你当时驯服我的耐心来，容忍我一阵子。我一定恪守礼法，绝不会做你不喜欢的事。先生，这是进出口公司新送来的巴西咖啡，你尝一尝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特意托人找法国大厨做的甜点。我想你早上赶车肯定没吃什么东西，吃一点吧。先生，我就是想营造一些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。我希望你回想起来，不全是恨。我没有恨你，真的。那件事都是我的错，但是我们能不能先把它放在一边？这几天你就当我是你的学生朋友，哪怕是个跟班跑腿，只要你让我待在你身边，我一定会乖乖听话的，好吗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做你同意了。
我的车在那边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。您坐车吗？坐车吗？走吧。小姐，您去哪里？给我。哎，您慢点啊。坐车，坐车。先生，您坐车吗？去东风来客站。好的。坐稳了。先生，我帮你拿吧。掌柜，你饿不饿？我请你吃饭。老板娘，哎，来2份牛肉面，1大1小，大的那份多放些辣子。好嘞。你以前经常来这里？不常来，1年也就忌日来1次。这个白柳镇又破又小的，只怕你这个大少爷会不习惯。我才没那么娇气呢。我以前念军校的时候，每个学期都要去野外训练1个月。那个时候风餐露宿，自己生火做饭。对了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去野外打猎，野兔子掏了肚子，然后抹上盐，刷上蜂蜜，边在火上转，然后等它熟了，再咬上一口，哇，那个香甜。对了，下次我带你去曹河帮打鸭子，那边的野鸭子又肥又纯，像你这样没用过枪的小姐，也总能打上1、2只。若是开春，我们还能再见到啊。谢谢。想起先生之前给我做的面了，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。很高兴你还记得我的口味。先生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总之，谢谢你。这种感觉真好。快吃吧。没事吧，先生？你坐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这车实在太颠了。先生，你也坐稳妥了。没事吧？喂，你开慢点。对不起，大少爷。先生难道不知道吗？
这样做更稳妥。你没有学过物理吗？你要想更稳妥的话，下车走路岂不是更好？把手放开。哎呀！你看，不是我不松手吧？施主，饭还没有好，我们出去转转吧。好。那白氏是你什么人啊？是我亲娘。你亲娘？那冯太太她是？我还以为杨秀成把我的身世背景都调查得很清楚了，原来你不知道我是冯家收养的孤女啊。我确实不知道，我以为你是冯家亲生的。小的时候，我娘带着我跟弟弟去走亲戚，在半途中遇到了歹徒，我娘遇害了，弟弟也丢了，是冯家救了我，把我养大，视我为己出。在我的心里，冯家夫妇就是我的亲爹娘，大哥就是我的亲大哥。你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亲人？你本来姓什么？不记得了，我那个时候才2、3岁，我只记得自己叫珍珍，我娘姓白。刚好冯家夭折的女孩也叫珍珍。冯家居然没有隐瞒你的身世。我被他们救的时候，差不多有3岁了，隐约能记得一些事情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还会经常梦到当年的场景。我娘当初为了让我逃走，替我挡了歹徒的刀，死得很惨。我每年都会来祭拜。那你有找过家里其他的亲人吗？找？怎么找？我们母子不是本地人，又死在了半途中，
谁也不认识。我的命已经算好的了。冯家带我入籍处，又送我上了大学。但我那个弟弟，当初不过才数月大，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。他一定会好好活着，一定会找到好人家，平安长大。到时候会来找你这个姐姐的。别动。我就想抱抱你。走吧，饭差不多好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看来只能这样了。来吧。没事了。快点。抓紧了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读过一本地质学的书，说咱们现在站着的地方，在1万年前，都是一片汪洋大海。也不知道，再过上1万年，这里会不会又变成海了？也许又会变成海吧。世间万物皆有轮回。到时候大水冲过来，什么都没了。到时候如果上海被淹了，我就划着船带着你逃命。不知道你肯不肯跟我走？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能跟你逃到哪儿去？逃去天涯海角。对了，我应该开着飞机来接你，到时候我们就往有山的高原飞，穿过云层，脚下是汪洋大海，就我们2个人，一往无前，飞到世界的尽头。傻瓜，到时候你有你的太太，还有孩子要照顾，我也要照顾我的丈夫，怎么可能坐你的飞机？是啊，快扫兴的。下午2点半的火车票，我先上楼收拾行李了。好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好的。掌柜的，哎，我向你打听个事。啊。我听说当年有母子3人在这里遇到了劫案。这白柳镇啊，虽然小，但是一直都很太平。以前啊，连个偷鸡摸狗的人都没有。当年那事，可把全镇的人都给吓坏了。你想，那出事的地方距离镇子不到1里啊。那就没有人见过那些劫匪吗？没有，一个活口都没留。你这脖子上，来这么一下，叫都没法叫啊。那这镇上
就没有人见过那母子三人吗？他们应该是从南边来的，往东北去的。你到南桥边的茶水店去问一下，这过路的都喜欢在他们家歇歇脚，喝口茶再走。好。哎呦，哎，谢谢啊！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打听这件事情干什么？你就不想找到你的家人吗？你的亲爹也许在找你呢。找我？20年的时间了，要是想找我，爬也该爬来了。现在还不到2点，镇子也不大，我们去趟南桥也来得及。你怎么对这件事情这么感兴趣啊？你要是喜欢破案的话，为什么不去巡捕房呢？我是想帮你，我并不是想窥探你的隐私。先生，你和真正的家人走散了，也许他们也在找你呢。我的家人就是冯家人，我爹娘对我很好，视我为己出。怎么，现在冯家败落了，我就着急着去找我的亲爹？万一他有钱的话，正好可以去投靠他吗？当然不是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知道你和冯家感情好，就算你不想认亲，难道你不想找到你弟弟吗？难道你不想找到那凶手吗？来都来了，走吧。小时候的事情，你还记得多少？当时太小了，只是有一些很模糊的记忆。只记得当时，我娘带着我和弟弟坐着板车，遇到歹徒的时候，我娘就让我快跑。你看到劫匪了？只是一个黑影罢了。有的时候在梦里，它是一条大黑狗，要扑着过来咬我；有的时候，又是一块大石头从天而降，好像要砸死我。还记得你3岁时候的事情吗？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在花园里玩，被蜜蜂叮了，当时疼得大哭。后来问我奶娘，说是3岁时候的事情。还有一次，那个时候太太刚生了方林和嘉欣，我去给他们摇摇篮，结果晃得太用力，他们大哭，太太冲过来，一把把我推在地上。那个时候，不是3岁就是4岁吧。好吧，这下轮到我替你难过了。我们俩都是没娘的孩子，我那个爹还形同虚设，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吧。谁跟你同病相怜了？我爹娘对我好着呢。是啊，我还挺羡慕你的。来喝茶。谢谢。掌柜的，你接着说。我记得当时他们路过我这里，还歇过脚，我怎么会不记得呢？他们娘仨还坐着驴车，打从西南过来的。恰巧，小孩的尿布湿了，还在我的桌子上换了尿布呢。当时旁边还有个小女孩，大约有3、4岁。你看弟弟多乖呀，一点都不哭啊。掌柜的，你还记得什么吗？您刚说的那个小女孩，就是我。哎呦，你竟然还活着呀！真是福大命大呀！您记得我娘是从哪里过来的吗？
他们在我这儿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听你娘的口音，像是郭家镇那边的人。您确定是郭家镇？这郭家镇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您接着说。是不是郭家镇的人啊？我不清楚。像那边有郭家镇、福田乡、万金乡，口音都差不多。你说这事啊，那都是命啊。这话怎么讲？他们娘仨到这里的时候，已经是日头偏西了。我老伴就劝他在客栈歇下，明天再走。可是他说前面有人等着，这不，他就过去了。哎，那天他要是不走，哪会遇到这么惨的一桩事啊？掌柜的，您还记得那个赶车的长什么样吗？是个年轻的汉子，他管那妇人叫嫂子，想必是夫家的小叔子吧。不过什么？不过那汉子是北方口音，个子又高，不是本地人。那人也死了？没有，那现场只有那妇人的尸体。我跟街坊邻居都议论过，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呀？赶车的那个男人嫌疑最大，就算他不是凶手，应该也知道令堂的身份，找到他，或许就能找到线索。刚才老掌柜提到郭家镇的时候，你似乎很惊讶。也不是惊讶，就是有些意外。我们荣家也是从郭家镇出来的。是吗？嗯。那还真是凑巧。不过老家的人都已经不在了。我爹少年的时候就出来打拼，那个时候老家经历了一场鼠疫，亲戚都死得七七八八了。我爹正是因为在外面才度过了。如果我娘也是从郭家镇出来的，那说不定我们俩还是亲戚呢。没准你是我表姐呢。时珍，如果你不想查下去，我就此收手；但如果你想找到凶手，找到你的弟弟，我一定会帮你查到底。时珍，利用我吧，我可以办到许多你办不到的事。我知道。我早就知道了。时珍，哥，行李箱给我。好，慢点。怎么样，还顺利吧？挺顺利的。对不起啊，哥临时有事，实在走不开。知道你忙，没关系，你请我吃好吃的就行了。行，想吃什么哥都请你。那就吃望福楼吧。望福楼可以啊，当宵夜吃吧。望福楼有点贵哦。哥哥请妹妹，什么贵？大少爷回来了，杜小姐来了，正在棋牌室里陪老爷太太们打麻将呢。好。哎呦，敬上。谢谢表姨。哎呦，喂给你吃了。爹。哎，家商啊。兰心送过来他父亲从欧洲带回来的2箱好酒，我知道你工作忙啊，再忙也得陪陪未婚妻啊。男人操持事业，忙些是应该的。
既然家上回来了，那我就不打了。哎，王姨娘，麻烦您替我接个手。哎，我陪你去吃点宵夜吧。好啊。5万。哟。哎呦，一条龙。下午过来就被他们打牌打到现在。你要是再不回来啊，我这腰都要断了。杨秀成怎么来了？他是跟着你爹来的，跟我可没关系啊。怎么，你这个太子爷已经不能容忍让他出现在你面前了？说到底，还是你们荣家先对不起他的。我对他没什么意见。尝一丝爱的余味，恨却刺痛了蔷薇，细雨伪装的眼泪很美，没钥匙打不开心扉。谁知未来的路，月儿不必人孤独，独坐等清风一树海棠红啊，与你共舞，又会一颗痛步，记忆中眼睛里的针，秋风也带不走好重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是小小的城。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笑容里的真，秋风也带不走无辜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是小小的城。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彼此毫无疑问，时光留下逃出我们，就是注定相爱的人，珍惜的人。